利物浦除咗兩支英超球隊，最出名嘅就一定係 Beatles 碼頭同埋附近嘅歷史建築，仲有呢間可能係全世界最出名嘅酒吧。今次行前我就由倫敦搭火車直接去到 Liverpool Lime Street， 離開車站直接行15分鐘之內就已經到 Pierhead 附近。呢度都好似 Brighton 咁有間反轉屋俾大家參觀，而且入場費仲好似平啲添。好多利物浦比較出名嘅地標都係位於對面嘅 Albert Dock 同埋 Pierhead 碼頭區一帶，當中就包括利物浦博物館同埋呢兩座外形特別嘅多用途商住展覽館。沿住碼頭嘅餐廳同埋鋪頭行，好快就嚟到遊客必行嘅 Merseyside Maritime Museum。不過博物館當時係進行緊大裝修，未知幾時重開。喺碼頭另一邊嘅 The Beatles Story Museum 都值得參觀。佢哋搭建咗像真度高嘅唔同場景，介紹對 band 喺1959至1970年之間嘅故事。導賞 headset 係包埋嘅，仲出奇地係有港式廣東話角色扮演錄音，有感情、有語氣、有節奏，值得一聽。眾多場景當中，像真度最高嘅就一定係佢哋成名前表演過200幾次嘅 The Craven Club。另一個館方盡力複製嘅就係 Abbey Road Studio， 仲有比較得意嘅 Yellow Submarine。地方細細，但設計都幾有心思㗎。唔知有冇人記得亞視嘅娛樂無窮呢？展覽嘅尾聲就當然係佢哋1969年嘅屋頂音樂會。睇完成個展覽，可以喺呢度舒舒服服咁嘆翻杯咖啡㗎。有成20張台，參觀嗰日幾乎係任坐。送咖啡嘅朱古力包裝都好有心思㗎。如果你係 Beatles 嘅 fans， 呢個博物館就唔好錯過啦。離開 The Beatles Story Museum， 右轉向 Pierhead 行大約8分鐘，就到咗所謂嘅利物浦古典建築三寶。不如我哋參觀一下曾經係全英國最高嘅 Royal Liver Building。呢度四圍都見到利物浦吉祥物利物雀 Liver Bird 嘅蹤影。1911年開幕嘅時候，直至到1961年，佢都係全英國最高嘅建築物。另一建築特色就係前後有2座獨立塔，各塔頂都有一隻5.5米高嘅利物雀，分別係守護住河道嘅 Bella， 同守住內陸確保啲酒吧有開嘅 Bertie。 塔頂更加有7.6米大鐘。據說喺河道運行嘅船，甚至對岸都可以清楚睇得到時間。參觀完10樓，遊客就要行樓梯上多3層到13樓嘅前鐘樓內部。今時今日，鐘面係電動操作，但昔日嘅齒輪裝置仍然喺呢度俾遊客參觀。最後上到頂樓，大家就可以360度冇阻礙咁樣欣賞到利物浦嘅景色。每個英國大小城市都有酒吧，但係一定冇乜邊間有呢一度咁出名。Beatles 成名之前，直至到1963年，就係喺 The Craven Club 演出過超過200幾次。50年代佢開幕嘅時候，曾經係一間 jazz club， 中途因經營不善關閉過2次。喺1991年重開之後，就直至到而家。時至今日，好多人都慕名而嚟呢度聽歌飲酒，買紀念品或者打卡。上一節介紹過嘅 The Beatles Story Museum 個場景，同真正嘅係咪好似呢？入場費只係收5磅一位，你留到幾夜都得。呢度幾乎每晚都有 live music， 夜夜新歌。Day 2嚟到車站隔離嘅文化藝術區參觀。點解呢度啲海鷗咁中意企喺石像頭頂？ World Museum
同埋隔離嘅 Walker Art Gallery 就係上半週嘅主角。呢兩個博物館都係免費入場㗎。Well Museum 顧名思義就係介紹自然科學同人類歷史，唔好以為佢免費就冇嘢睇啊！佢可以話係麻雀雖小，但展品種類就多不勝數。一樓就已經有個小型水族館，有呢隻咁上鏡嘅六角恐龍蠑螈，同埋其他物種。二樓嘅自然科學館，手多多嘅你就一定好鍾意，因為呢度有好多展品都係鼓勵你去用手掂或者攞起佢嘅。櫃桶仲有好多昆蟲標本添，而家至知有隻咁細嘅蝸牛品種，我覺得佢哋嘅埃及館真係做得唔錯，而且展品亦都唔少。除咗石棺，連木乃伊都有喺呢度展出。有冇諗過木乃伊其實係似舊書咁嘅味？我哋繼續穿越時空睇下其他人類文明同歷史。亞洲、北美甚至非洲嘅文物都可以喺呢度揾得到。小朋友最鍾意嘅就一定係恐龍館。恐龍模型按大小比例排列出嚟，呢隻連名牌都反埋嘅係咪打輸咗呢？由6600萬年前跳返嚟現代，參觀埋呢個介紹鐘錶同埋太空科技嘅展館，竟然有少量隕石展出添。呢度雖然冇小賣部，但就有呢個野餐區，你係可以帶食物嚟呢度食同埋休息㗎。Walker Art Gallery 未感受到藝術氣息就先聞到食物香味。呢度雖然冇 Well Museum 咁大，但仍然有成8000件由中世紀到近代嘅藝術作品展出。作品數量繼倫敦之外就係全國最多，而且呢度啲名畫質素絕對係國際級。作品一般係由藝術館以唔同名義搜羅返嚟，又或者係由私人收藏家捐贈出嚟。呢度更加有少量互動藝術品添。博物館同埋 Art Gallery 之間嘅中央圖書館入口地下刻咗好多世界名著，經過時不妨耷低頭睇睇。文化藝術區嘅另一邊就有呢個以新古典主義式設計嘅聖 George's Hall。呢個被列為1級受保護嘅建築物，入邊就有音樂廳同埋法院。離開藝術區向南行大約3個字就會到達利物浦嘅唐人街，但我想介紹嘅其實係佢上一個街口嘅利物浦大教堂。佢係全英國最大嘅教堂，以面積同埋高度嚟計，佢亦都係世界上10大教堂之一。入到教堂，只需要慢慢向上望，你就會感受到呢個教堂有幾宏偉啦。佢大到連書店都有2層㗎。教堂主要係以砂岩作為建築材料，佢由1904年開始分階段興建，至到1978年先至叫做正式建成。睇完啲咁莊嚴嘅嘢，不如返去市中心睇啲輕鬆嘢啦。雖然我自己都有養貓，不過聽講呢間貓咖啡係必去嘅喎。佢一共樓高3層，規模都算幾大，而且目測佢請咗超過10隻貓喺度打工。入場費係16磅玩1個鐘，咖啡或茶同埋汽水就任飲。我入場之後頭10幾分鐘，隻隻都瞓緊覺。不過呢班貓員工都深明待客之道，幾攰都好，收咗錢就要扮可愛喐下。之後佢哋就陸陸續續瞓醒晒，同大家玩啦。
呢度仲有兩隻冇毛貓 BB， 我估有啲人未必會覺得佢哋可愛，但佢哋係好活躍同埋好貪玩㗎。利物浦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景點同埋博物館，我今次2日1夜之旅就介紹住咁多先。如果你有其他好介紹，不妨喺留言區嗰度分享下。今集我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